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在甘肃武威。前段时间我们走河西走廊，看了河西走廊上很多古城墙，皇城遗址，还有长城遗址。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个非常著名的，也是保存非常完好的一个地主宅院，也可以叫做那个古堡，叫做瑞安铺，非常巨大。听说里面建筑保存的非常完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大概离现在也就是70年的时间。我们进去看一看。它里面有很多代表性的东西，也可以称为是西北现在保存最完整的地主宅院。这个就是瑞安铺，它这个有这样一句说法：沙漠中的紫禁城就是故宫。为什么会这样讲？等一下我们再详细说一下。它这个古堡是建于1938年，在甘肃武威的民勤县，占地是5085平方米，是全国保存最完整的堡寨式民居。为什么叫堡寨？一是古堡，另外是个寨子，就是防御性的。它这个是当时1938年民勤县的一个地方保安团的团长，就是我们说的乡绅王庆云的私人庄院。整个瑞安铺共有3进，分为大小8个院落。我们刚才说它是沙漠中的紫禁城，为什么这样说？就是因为它里面大概有房间140余间，有前院、中院、后东西2院，所以说非常庞大。在我们空中其实也能看得到，房间特别多。所以才是沙漠中的紫禁城。还有一种说法是沙漠中的大宅门。大宅门大家都知道了，看过那个部电视剧。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古堡？它是这样的：当年这个宅院的主人王庆云呢，是保安团长，他欺压老百姓，就我们说的搜刮民财，为自己建了制作庄园，害怕别人找他算账，所以呢处心积虑就修建了这个院落，并且呢里面修筑了很多防御措施，有暗道。还有那个暗室、射击孔，还有地牢这些，所以说等一下我们实际去看一下。我们进来了，它这个地方呢是叫做黄楼，就是也叫做宝门，就这个地主宅院的那个大门一样的。然后上面有2个角楼一样的，这个呢是叫做就是主人呐、比喻自己那个文武双全。当然这是一个笑话。这个是石磨，可以看到这些都是那个时候的，几十年前，70、80年前的。你看这个城墙，这个就上去的。我已经来到这个城墙上面了，大家可以看看这个城墙，大概宽度是有2米啊，快2米。这下面就是那个整个的堡子里面的房子。这个城墙确实很气派啊！我是第一次走到这种古堡的城墙。那个古城墙就不一样了，古城墙像西安的，还有那个南京的就不一样，气派很壮观吧？这个很多古城墙都没有它这个气派，而且高度的话达到10多米高。然后这里呢是这一块呢是一些有什么养马，这西北有养马那些佣人居住的地方，然后那边是下人，反正它中间这个是房主人，这样一路过去。像这个楼里面供奉的就是关公、关羽。它这个文武双全，一文一武嘛，就是东西角楼啊，都是有一个这样的，就是意涵主人那个文武双全，有文有武这个意思。愿望是好的。往这里面看看，这个里面是什么呢？就是一文一武对称的，这是我们说的文曲星，就是还是那个主人嘛。他说他是那个文武双全，然后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什么呢？有个地牢，等一下我们单独看一下。我现在没带手电筒，它整个看看，大家仔细看一下哈，它整个这个古堡啊，就是这个张院呐、城墙是围起来的。像这些孔是什么呢？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些孔啊，就是那个枪。就是它朝外放枪，这个枪是放这里，就是也算是防御性的，这是一种防御性的那个古堡。我们看看下面这个壮不壮观，确实很气派啊，不愧为西北现在最大的一个地主张院。我们现在继续往前走，大家可以看到这有3个门，中间左右它是这样的，中间这个就是我们说的它这个张院的那主人呐、就或者家属路过进出的地方。左右两边呢，就是佣人、下人的进出的地方，这个要分开的。看看这个精不精美，70、80年时间，80多年了。
这个地方看一下，这是一个天井房。天井呢，这个地方相当于整个宅院的一个聚宝盆一样的。为什么这样说？你看看，雨水到这里通过这个排出，这下面有一个排水的，所以说这个就是聚宝盆一样的，四季也是寒意的，刚好是在整个宅院的正中间。我们继续看呢，像左边这边，我们从那个第2道门进来，这里是2进院落，前面就是3进院落。3进院落是它里面的核心地方，就是它主人居住的地方，还有那个他的丫鬟伺候的也是在里面居住。那这个地方是哪里呢？这个左边这里啊，是他的账房，就是我们相当于会计嘛，因为他这么大的宅院，肯定要有人管账的、管钱的，是不是要做账的？收入多少，支出多少，他也肯定一样的，就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会计。然后会计后面呢，也是储藏室，然后这前面的话，就是我们相当于他的真正的生活的地方啊，会客厅，居住。看一下这个像天井一样的，其实空中看挺好看的。这里有一个大的客厅啊，这个是什么呢？我们进来看看啊，这个地方叫做姻亲客厅。姻亲客厅相当于是我们的亲家来访了，可能就住在这个地方，来在这里交谈。你看看这个中间是客厅。然后里面呢就是卧房，这个地方就进入到那个这栋地主张院的核心部分。这个是他夫人居住的地方，就是女主人居住的地方。看一下，不是很大啊。一般我们说的，不管是什么时候，一家有一个女主人嘛，男主人、女主人，对吧？皇宫也是一样的，有皇后、皇太后这个样子。在这个女主人旁边，这里呢就是他的房屋主人的居住的地方，这个叫做王庆云嘛，我们刚才说了，他这个就比较大了，看到没有？这个你看看，卧室上面还有个美女的图像啊，琴棋书画的。这个炕很大，这个我们看电视经常大家看睡觉的话是这么睡的啊，是这么睡的，不是这样睡的，是这样睡的，大家发现没有？很多是这样的。中间这里呢是客厅，这个是中西式的客厅，我们看看就知道了。它这个客厅是迎接客人的。这个客厅大不大？上面还有幅画像，这个画像是谁呢？是蒋中正的。因为他这个是30年代建的房子嘛。这是桌子，那个还有一个唱片机啊，那个时候的唱片机，大家看到没有？这边呢是他的书房，就是他的房屋主人在这里读书写字，办公可能就在这个地方。你看看，还有一些毛笔，这里还有个缸，这个缸可能也很长时间了，里面养了一些鱼，估计也70、80年了。这个，在这个佛堂旁边还有一个粮仓，可以看看，这里是储物粮食的。为什么这样呢？因为他这个地主张院这么多人。有下人，还有那个丫鬟，这些可能上百口人，所以他吃饭的人多，那粮食也需要多，所以他这个就是存放粮食的。可以看看这个，大家见过没有？我见过啊。那还有一些玉米、苞米这些，我们走上去看看。我们说嘛，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是这样想法的：有粮啥都不怕，有粮心中放心。这个地方相当于跟我们说的。城墙，然后它那里也是有马面的，内外都有马面，就是说，外面可以进攻，可以防御，里面也可以防御，马面都是这种作用的。